不久前，我在 B 站上看到了一场爆火的30年前国模秀，立马勾起了我做一期中国时装史的兴趣。30年前的第一代国模这么惊艳，那30年前的中国时尚该是什么样的？我之前视频中说过，时尚史就是社会史。于是我燃起了一股雄心壮志，要把中国这30年的变迁撸一遍。然而这片子做到一半，我发现我严重低估了爷青回的难度，很多历史素材根本找不到。怎么办？天才如我想到了一个绝招，回去问我妈呀。所以这支片子里你会看到大量我妈和我妈的朋友们以及天才女友粉丝的妈妈们提供的独家素材。天才女友爷青回专场，看完不哭不要钱。先分享一段我过年回家和我妈的对话，如果你也有过同款经历，请在弹幕扣1。今年过年回家，我发现我妈再也不愿穿我给她买的衣服了。这个情况3年前已经发生过了，当时我想她一定是觉得我买的贵，所以每次我告诉她价格时都会少说一个0。这个办法好用了一段时间，但是没过多久，她又开始千方百计拦着我买东西了。我追问了好几次，我买的衣服不好看吗？她终于说了实话，不好看。在我妈的衣橱里，我买的衣服和我妈买的衣服泾渭分明。黑色、驼色、极简是我买的，碎花裙、格子上衣、旗袍是我妈买的。我致力于把它打造成中老年名媛，她却一心想成为广场舞焦点。如果你也有同款妈妈，请在弹幕扣1。这里是天才女友，我是在时尚圈混迹多年，却一直没能把我妈搞时尚的天才 G。上期我们说了审美自信，这一期我决定来深刻剖析一下我妈，一个那么不时尚却那么自信的女人，是如何构建自己的审美自信的。看完本期视频，我保证你和你妈之间再也不会有审美上的沟通障碍。想要了解现在的她，首先要了解20年前的她。在这之前，先给你们看看我最近找到了什么宝贝。这些老照片是1985年到2000年中间拍的，不是我家的照片啊，是法国收藏家 Thomas Sauvan 在北京生活了10多年里自己收集的，大概有几万张，来源是国内的各大回收站。所以如果你看到熟悉的面孔，可以截图问一下爸妈，有可能真的是你妈妈的少女时代。除了这些老照片，Sauvan还从跳蚤市场上淘到了一个大宝贝，一本90年代中国贵阳某面料厂的产品册，里面详细记录了当时面料厂生产的每个款式的货号、品名、规格、单价，旁边还粘贴着面料的样品和模特展示的彩色相片，看起来有模有样的，完全不输今天品牌的 lookbook。 这里插播一个小测试，你们觉得今天的时尚潮流是从哪儿开始的？1. 街上， 2. 网上， 3. T 台， 4. 面料厂， 5. 潮流预测机构。请把答案打在公屏上。我觉得我已经暗示得很明显了，选了1、2、3的同学，请自罚投币1枚。虽然今天的潮流趋势很多时候都是从潮流预测机构开始的，但在90年代，面料厂就是本国潮流的始发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个珍贵的产品册中来找找90年代到底流行过哪些时尚潮流。首先，我们发现数量最多的就是大廓形垫肩西装和大衣，基本可以判断它是延续了西方80年代的廓形。没错，今天潮流从西方刮到东方只要0.5秒，那个时候需要整整5年。90年代更喜欢亮红、明黄、草绿、湖蓝、茄子这种亮色，今天这些颜色你敢穿吗？还有各种线条、格纹、翻领、镶边、缝兜，怎么张扬怎么来。你觉得是不是比现在的你还时尚？而且90年代设计师们也太会取名了吧，潇洒3件套、立膝短大衣、月牙山、惠贤山、卡门山、静静山、一片云，这名字也太有诗意了吧，单看名字都忍不住让人浮想联翩。公关大衣是给公关穿的吗？丽丽短大衣和莎莎短大衣中的丽丽和莎莎，到底是塑料姐妹花还是情敌？等等，这些衣服不就是我妈那个泾渭分明的衣橱里她自己买的衣服吗？原来我妈的审美是停留在了90年代。根据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天才思考方式，接下来我们就要弄清楚为什么她的审美会停在90年代。要解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先给你们看看那些因为你们出生太晚而错过的大事件。1976年，中国为了大力发展纺织和服装产业，开始聘请外国设计师做顾问。1978年，在西方时装界玩得风生水起的法国设计师皮尔卡丹被中国政府任命为官方时尚顾问。这可厉害了，同学们，我们现在都是给品牌做顾问，给政府做时尚顾问，那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时他被分配的任务是
为中国提供如何造型纺织品的建议，好让他们在西方更好卖。顶着这么大一个头衔，皮尔卡丹立马在北京举办了他自己的首场时装秀，运来了220套服装以及10多个外国模特。从以下的这2张照片中，你就能看出这在当时是一件多大的事儿。你就看看路人的表情就明白了。这张是1979年皮尔卡丹走在北京街头，你看他和路人的穿着对比，他估计还特意选了一件偏中式的大衣。来了之后才发现和当时的中式差太远了。这一张是当时被他运过来的法国模特身穿彩虹色长裙在长城上拍照的样子，密密麻麻的围观人群穿的都是黑灰蓝的制服，你们能从他们的眼神中读出什么？当时那场秀因为官方不确定群众的反应会怎么样，所以没有让媒体参加，但是挡不住大家想看啊，还是有很多记者偷偷挤进去看了。来看看现场的画面，下面是穿着整整齐齐制服的观众，上面是穿着时尚裙装的模特。据当时在现场的人回忆说，当一个模特面对观众停住脚步，敞开对襟衣裙的时候，台下的人们竟像一股巨浪打来，身子齐刷刷向后倒去，像是躲避着一种近在咫尺的冲击波。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舆论有多两极分化。但是有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是，皮尔卡丹的这场大秀为中国人打开了时尚这个潘多拉的魔盒。从此，中国人开始脱下了中山装制服，换上了另一个叫做时装的制服。一连串的秀把中国人砸晕之后，皮老板的商业版图开始徐徐展开。你不要以为品牌来国内办秀是送福利的，一场花费几千万甚至上亿的秀背后一定有很切实的商业考量。比如你说为什么2020年各大品牌都疯狂来中国办秀？一是因为全球都遭受疫情，中国显然是最适合办这样大规模聚会的地方。还有更实际的原因是，奢侈品市场去年的业绩增长主要靠中国。你们知道吗？2020年奢侈品在中国的总销量比去年同期还增加了近1半。我自己去北京 SKP 商场时都被里面的排队盛况惊呆了，感觉大家真的是憋坏了。好吧，跑题了，拉回来。时间快进到1983年，皮总的设计已经开始在中国几十家工厂中生产了。中国的工厂有多厉害，我们都知道，但皮总不知道。最后，皮总的产品因为价格高，最后没怎么卖出去。但是中国的服装厂开始开花了，于是就有了片头我们看到的面料厂里的神奇的产品路。你爸妈衣橱里如果有压箱底的皮尔卡丹，可以弹幕扣个1，看看有多少老钱在看这支视频。虽然当时的皮尔卡丹在我们今天看来土的一批，但那可是爸妈年轻时的装逼神器，就像我们今天的 LV、Gucci、Balenciaga 一样。接下来的一切都开始加速。1980年，上海时装公司成立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本土模特队，模特全是从服装厂的工人中挑选出来的。当时的挑选标准可比今天松快多了，身高1.64米，胸围80厘米，腰围60厘米，臀围80厘米。按这个标准，我觉得我在模特队能占 C 位，你们呢？1984年，辽宁丝绸厂开始在北京举办了自己的时装秀。1989年，广州举办了中国首届女模特大赛。就算是看秀无数的我，看到这场秀也要惊呼一声：好家伙，这都是什么样的美人啊！刚刚是我大意了，敢说自己能占 C 位。你比较一下，同样是80年代末的时装秀，东西方有什么区别？你觉得哪个更美？身高1.724米。好家伙，每一个模特出来都要这么包三围啊！80、90年代的人心理素质真好。卢娜莎是个北京姑娘，当时我们觉得她长得特别洋气，一头卷发。1.74米，3围是876188。咦，这不就是妈妈们今天最爱的钢丝球发型吗？原来这是90年代最洋气的发型啊！另外，我还在1989年北京服装节表演上找到了妈妈们最爱的旗袍走秀，在1993年的中国国际服装展上找到了妈妈们最爱的拍照神器亮色丝巾，在贾玉萍老师拍的90年代挂历上找到了妈妈们最爱的让丝巾高高飞扬的拍照姿势，以及我还在挂历上找到了妈妈们今天拍照的绝杀技，侧身趴地露出完美腰部曲线的美人鱼 pose。如果你们以为咱妈抄作业就只能靠这些素材，那你们就太低估90年代的题库了。1980年，中国第一部引进的西方科幻剧《大西洋底来的男人》收视奇高。除了他人鱼情未了的情节让中国人觉得新鲜以外，里面的蛤蟆镜和喇叭裤也很快被当时的精神小伙抄翻了。之后引进的日剧由山口百惠主演的《雪姨》，山口百惠饰演的女主角杏子迷倒了中国一众少男少女，导致那一代中国人好像都患上了山口百惠情节。
我爸至今都还说自己的女神是山口百惠，我妈至今都觉得自己长得像山口百惠。对了，我请大家在后台发来了你们妈妈的靓照，我不得不说，各位的妈妈们都太美了吧！在你们的照片中，我发现了一位和山口百惠气质巨像的妈妈，你们说像不像吧？还有 Deeper 29妈妈的超大垫肩外套 ，Kiro X 妈妈的这一抹红唇，都太港范儿了。90年代的港剧之风，那叫一个势不可挡。纵横四海中风情万种的钟楚红，那任性的发际线和若有似无的妆容，你是不是也在你妈妈的老照片中看到过？之前在国内大火的电视剧《流金岁月》，大家都感叹里面蒋南孙和朱锁锁两人的衣品，尤其是倪妮出演的朱锁锁，让无数观众为你写诗。而30年前的那部由钟楚红和张曼玉共同出演的《流金岁月》，那时尚度也是杠杠的。张曼玉的白衬衫配西装裤，加上大垫肩西服，几乎是90年代香港时髦女孩的制服了。这部电影里我最喜欢的造型，在这个镜头里是张曼玉的一身灰色西装裙套装加白色衬衫，钟楚红的一身黑加金色点缀，俩人都放肆地露出发际线加一抹红唇。一个女人的美就只需要这些点缀。你们觉得30年前后的这两版《流金岁月》哪个更时髦呢？90年代的国产剧同样也是妈妈们的时尚教科书。我爱我家里全是条纹撞色印花波点，难怪过年我只要一穿花纹，我妈就觉得好看。还有宋丹丹扮演的和平，也算是空气刘海的鼻祖了。咱妈妈们90年代的照片里，你看这全班的空气刘海比例有多高？北京人在纽约更不用说，那时候就已经能穿出简约大气的国际范儿了。比如这3位同学妈妈的装扮，在那个年代绝对算国际范儿了。那我们再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什么妈妈们的审美停留在了90年代呢？90年代之后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妈妈们没有跟上呢？我们或许能从以下这些图中发现一丝蛛丝马迹。这是马格南摄影师 Stuart Franklin 在90年代拍下的北京和上海。你有没有觉得90年代有一种让人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那个时候选择也很多，多到可以表达我是谁，但没有多到迷失我是谁。时尚追起来也很花钱，买件衣服可以成为日常里的执念，但没到成为阶级的分割线。大家也想变美，都在学习描红带绿，但还没有产生颜值焦虑。高楼越来越多，多到大家可以住上新房，但没有多到吞并老房。工作忙到可以正经算算个人收益，但没有忙到失去当下的意义。消费多到产生大量垃圾，但没有多到造成生存危机。大家对信息技术着迷到可以自己动手传电脑，但没有迷到放弃大脑。有人说90年代是时代车轮最后的加速期，很快它将开始全速奔跑。这位摄影师 Stuart 说了一句话，今天看起来让人特别有感触。他说，我看到很多中国人搬出自己的家，因为很多街道都还没有名字，当时没有 GPS， 道路焕然一新，人人脸上都有一种迷失方向的感觉。这句话好像一个时代的缩影，从90年代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离开家各自寻找 GPS 的时代。而这10年正好也是我们这代人的妈妈们最风华正茂的10年。一个人20-30岁的大好青春，如果对应的是一个发生如此巨变的时代，那么时代在人身上会留下什么样的印记呢？我们今天追赶时代都那么费劲儿，他们当时会不会经历更大的拉扯？一个人的耐力能跟着这样的时代跑多久？在那么快的时代列车上突然下车，会不会特别突兀？今天的我们常常不理解妈妈们为什么喜欢穿大红、烫卷发、甩丝巾拍照、穿旗袍走秀。有关这几个问题，我特意采访了身边的几位妈妈们，她们是这么说的：我穿过一回旗袍式的改良式的那种连衣裙，目的是照张照片好看。平常不穿，为什么穿没法干活，不方便。我们年轻的时候是物质匮乏嘛，就大家都穿着灰的、蓝的、黑的这种，看到人家色彩鲜艳的话就比较羡慕，但是这个我们达不到。包括丝巾也是这样的，我们这种地方是都没有买不到的，有钱都买不到的。特别想穿就想穿那种汉服吧，因为这个汉服呢穿起来呢，好像感觉到很女人的古典女人的美，好像就是不敢穿到大街上去，拍拍照是可以的。觉得头发蓬松一点好，因为我头发如果要多的话，我觉得留直发也挺好的。但是年龄大了呢，头发就少了呢，烫一点大卷，它蓬松起来的显得还好一点。年轻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就靠年轻的这点招冀就完全能感染人了。比如假说你说的旗袍吧，我的旗袍是很漂亮，但是我肯定穿不了啊，所以我也就不想了。说到底，这些都是他们年轻时的喜好。
当年的他们和现在的我们一样，甚至比现在的我们还要时髦100倍，烫最流行的发型，穿最时尚的衣服。他们不是变得不时髦了，不是没眼光了，而是选择留在那个他们最美的时代里。答应我，如果你妈现在在你身边，去跟她聊一聊她年轻时的故事吧。逼你妈妈秀出她年轻时的老照片，那里面可能有一整部中国时尚史哦。好啦，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如果你喜欢这次视频，请转发给你的妈妈，并且教她怎么一键翻脸哦。然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妈妈看了什么反应。最后别忘了关注我，这里是天才女友，眼界改变人生，我们下期见。